悠扬的长笛声伴着夏日蝉鸣，狗的脚步和人的脚步声，梅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，探着身子一步一步，眼神里满是好奇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主人家，西贡的大户。这一年梅刚满10岁，因父亲的去世，年幼的梅被邻居送过来做女佣，给梅开门的正是这家的女主人。梅就在这里被安置了下来。这家的老爷是个民间音乐家，他专心地弹着琴。太太看着梅，想起了自己早就已经死去的女儿阿桃，如果阿桃还活着，就跟梅一样大。老爷脸上并未因为他的话产生任何的波澜，突然打断了太太的话，只说女儿也许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很好，似乎对女儿的死已经忘却，就连悲伤也看不出分毫，只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，心无旁骛，漠不关心。太太看着丈夫，似乎早已习以为常。太太自顾自地说完话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这时老爷的大儿子回来了，父子二人开始合奏，长笛伴着争鸣之声，画面开始渐渐地远去。围绕着这座大宅，昏暗中只有些许的微光，似乎预示着这段别扭的家庭关系。伴随着清晨的鸟叫声，梅从睡梦中醒来，却被老女仆告知她可以继续睡一会儿，是太太的吩咐。梅没有继续睡，趴着窗户看着外面的新环境，木瓜翠绿，入目全是绿，乳白色的浆汁浓得化不开一样滴落在绿叶之上。她歪着头，稚嫩的脸上含着一抹天真的笑。梅正式开始了作为女佣的一天，开始学习厨艺。梅认真地听着老女仆的讲解，切开青木瓜，里面颗颗饱满的果实。梅好奇地抚摸，伴着一声钟鸣，原来是家里的老夫人已经祈祷完毕。老夫人是老爷的母亲，厨房已经按时准备了膳食。梅小心翼翼地为老爷一家上菜。老爷上有老，下有3个儿子，大家都很和气温柔，只有调皮的小儿子一直盯着梅。收拾完毕的梅无意间看到灵堂上供奉的牌位，其中就有一个面颊稚嫩的小女孩。下楼时，她见到了大儿子的好朋友阿全，懵懂的属于少女的爱慕之情在心里发芽。梅歪着小脑袋，看着运送饭粒的蚂蚁，很是喜悦。梅在主人家干活非常勤快，太太看着梅，越觉得像自己的女儿，忍不住对她格外的怜惜，并且允许她3个月后可以回去看望母亲。傍晚，梅在院子里挂毛巾，这时候一个老伯伯走过来，向她打听老夫人的身体状况。她一直爱慕着老夫人，可老夫人自从丈夫和孙女去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下过楼，每日诵经，感情早已被伦理道德牢牢禁锢。晚上睡不着的老女仆和梅聊天，从她的口中才得知，梅白天看到供奉的年轻女孩，就是太太因病去世的女儿。那次是老爷第3次离开家，每次都要带走家里所有的钱财，前2次都是把钱花光了之后再回来。不过第3次他去的比较久，回来的前一天，女孩就已经死了。老爷认为女儿的死是为了给自己赎罪，最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家里。一大早，太太慌慌张张地跑进屋，看到空空如也的盒子，知道了丈夫又一次拿走了所有的财产，离开了。空前的绝望瞬间填满了太太的心，太多次这样濒临绝望的来袭，已经让太太没有力气再去崩溃哭喊。太太固执地守在窗户里面，而自己的丈夫却厌倦了窗内家事的琐碎，向往外面的世界。夫妻2人同床异梦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妻子在委曲求全，可就算是这样，也换不来丈夫的一次回眸。如今这一家老小的担子全压在了太太身上。古人说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1分钱都不留下的丈夫让太太深陷水火之中。悲伤的太太来到梅的床前，睡梦中的梅喊着妈妈妈妈。太太听着泪如雨下，不知道是否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孩子。一大早，老女仆有些惊讶，太太竟然来到了厨房。太太把老女仆叫到一边，并且给了她一把散钱，才能勉强维持生活。老女仆顿时明了，原来又是老爷带上所有的钱离开了，生活仍在继续，家里却难以为继。太太只能变卖家里的东西换钱。大儿子整天在外面鬼混，二儿子年龄虽小，却已经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他不说，只发泄在书本上。他恨父亲的不负责任，心疼母亲，却无能为力。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的3儿子，只要找到机会就找梅寻开心，找他麻烦。在梅干活的时候，更是各种捣乱。梅沉默地接受，也并未多说一句话。上次的老伯又出现了，他依旧问着同样的问题：老夫人的身体还好吗？梅乖巧回答。老伯伯听完笑了笑，又离开了。家里的2儿子很是懂事，他会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教导弟弟吃下很咸的咸菜。夜晚伴着蝉鸣蛙叫，2儿子一步一步地踏上楼梯，
听着祖母在责骂母亲，责问母亲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的丈夫，所以才会每次离家出走。母亲只是无言流泪，默默接受。二儿子流着眼泪默默地退了出去。在此刻，他和母亲感同身受，用一种无言的方式安慰自己的母亲。饭桌上，3个儿子问母亲，父亲什么时候回来？二儿子怒不可遏，摔下碗筷转身离开。太太随即追了出去，看着哭泣的儿子，太太忍不住把头埋进双膝。这个可怜的女人一生只围绕着丈夫孩子，温柔贤惠忍耐，却得不到丈夫欢心。无情的丈夫，刻板的婆婆，懵懂无知的小儿子，让她忍不住的唾弃。二儿子心疼地轻抚母亲的脚背，一下又一下，安抚着母亲心中的难过。这天，梅从老女仆的口中得知，大儿子的朋友阿全要来家里做客。梅低头憨笑，问可以让他今天一个人炒菜吗？老女仆答应了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梅穿上了鲜亮的红衣裳，池塘作镜，好好装扮了一番，然后端着饭菜，有些怯生生地走了过去，带着一丝少女的娇羞和不安。这样的梅落入阿全的眼中，留下一个温和的笑容。梅克制着自己，在转身的那一瞬间露出一抹欢颜。第二天，老伯伯对梅说起了老夫人的事情。老夫人年轻的时候就守了寡，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嫁给自己。自打老夫人开始守寡，她就每天这样远远地看着她，就连她搬家，自己也跟着她搬家。老伯伯已经7年未见过老夫人了，他恳求梅能不能让老夫人下阁楼来，自己真的很想看看她。梅疑惑地问，为什么不自己去见她呢？老伯伯摇摇头说道，自己不能让她看见，不然会很麻烦。梅悄悄地让老伯伯爬到楼梯上，透过楼梯口，老伯伯终于见到了正在诵经念佛的老夫人。仅仅只是一个背影，老伯伯就笑了，笑得很灿烂，似乎只这一眼已经让老伯伯的心里有了无限的满足。梅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家里值钱的古董花瓶，梅有些茫然无措。太太并没有因此责怪梅，只是轻轻地摸了摸梅的头，表示没关系。听到老女仆说她一辈子也买不起这个花瓶时，梅忍不住拿起一块碎片放在脸颊，痛哭起来。她何尝不知太太对她的好，现在这份好让梅惭愧不已。这天早上，老爷回来了，拖着病躯，手上拿着仅剩的财物，看着倒地不起的丈夫，太太掩面哭泣。为了给老爷治病，太太只好将家里值钱的古董、细软、金箔一一变卖。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，二儿子的眼神有些冷漠，没有喜悦，也没有担忧。医生试了各种方法，还是无力回天。夜晚，宛若丧钟一般的声音传来，老夫人依旧念佛诵经，二儿子就那样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。与大儿子小儿子不同的是，二儿子从未与父亲那般亲近过，他更多的只是对母亲的心疼。他懂事的明白母亲内心的苦楚，而那位只知道纵情享乐的父亲，一生都在肆意浪荡中度过，消耗完了自己的生命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10年过去了，梅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她还是如儿时一般，笑容恬静地看着小蚂蚁穿过翠绿的模样。梅被叫到已经年老的太太面前，太太很是疼爱着梅，摸了摸她的头顶。员外的大儿子早已娶妻，也子承父业，喜欢音乐。他精心擦拭着手里的乐器，对于妻子口中的话更是漫不经心，忽然让人萌生错觉，他与他的父亲似乎如出一辙。夫人将原本自己给阿桃准备的红色旗袍和首饰送给了梅，梅的存在让他的心很是宽慰。他一直希望二儿子可以娶梅为妻，可是希望终究落空，家里早已不复以前的光景，他只能将梅送到阿全的家里做女佣。阿全家里有钱，梅在那里起码可以安稳度日。梅舍不得太太，趴在太太膝上，泪流满面。收拾完毕后，梅拿起了行李，带着自己从小养的蛐蛐，满是怀念和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她待了10年的地方。楼上年迈的太太拄着拐杖，一步一趋，透过窗户看着梅，终于忍不住地趴在床上哭了起来。梅还是走上了阁楼，太太看到梅，痛哭出声：“我的小女儿啊！”梅最终还是离开了。她来到了阿全的家里，继续着女佣的角色。阿全是个音乐家，他还是如最初那样默默地喜欢着阿全，为他做能做的一切，不求回报的付出，没有热烈的激情和占有，只有默默的守护。我想这样的爱情是他从老伯伯那里学到的，就算只是看心爱的人的背影，也是一种莫大的满足。来到阿全家里，他也只是安守本分，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小欢喜，将自己的爱意融入精致的饭食里。不过阿全已经有了一个美丽的未婚妻，
两个人看起来似乎感情深笃。梅就这样默默地守在阿全的身边，没有嫉妒，也没有生气。梅的快乐很简单，为阿全缝补一件衣服，一顿丰盛的菜肴，一个笑容，一个眼神，这就够了。清晨，梅像往常一样，怀着愉悦的心情备上了早餐，打扫着屋子。看到地上散落的高跟鞋，梅好奇地看着，只敢伸出脚轻轻地触碰。伴着阿群玉珠落盘的琴声，梅打开窗户，外面的自然之声和琴声交错呼应。拿起阿全被擦得锃亮的鞋子，梅像个顽皮的孩子，把脚伸进去，仔细地端详着。看着阿全留下的一张素描像，梅眼神宛若秋水，碧波盈盈。梅穿上了太太送的红色旗袍，配上金色的项链，漂亮的鞋子，对着镜子细细的装扮，像个欢快的蝴蝶，在镜子前尽情展翅。梅突然想起那根被阿全未婚妻遗落的口红，梅偷偷地擦上，看着镜子里娇俏的少女，莞尔一笑，嫣然无芳。这个时候，阿全突然回来了，梅又害羞又惊慌。阿全绕进曲折的走廊，追随着梅，就像一场躲猫猫的游戏。他在不断的寻找，只隔着一扇门，两人相见，梅显得局促不安，低下头。阿全见状，转身默默离开。梅抹去唇上的娇艳，思绪万千。阿全的未婚妻用指尖抚过阿全的头，嘴里喃喃地问：阿全已经很久没有去看望父母。阿全没有说话，只是指下的琴声突然跌宕起伏，嘴角的笑似有若无。窗外雨声瓢泼，阿全未婚妻笑容突然僵住，含着泪一言不发地撑伞离开。透过窗户看着未婚夫的背影，琴声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离开有丝毫的波动，眼泪和雨水融为一体。梅的画像跃然纸上，似乎隐隐预示着美好的爱情已经悄然出现。阿全的身影反复在窗前出现，突然懂得了他对于梅的感觉。蜗牛攀爬着翠绿，蛙鸣四起，就像少年说不出口的爱恋，磨人甜蜜，心痒难耐。阿全最终推开了那扇门，梅惊讶坐起，隔着一层朦胧的床纱，两人确定了双方的心意。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双向的奔赴和热恋，突破世俗的枷锁，爱意交融。被阿全退婚的未婚妻怒不可遏，给了梅一个巴掌。一通发泄过后，他摘下了手中的戒指，留下满屋的狼藉碎片。对于这份不受重视的感情，他不再抱有希望。从这天开始，阿全开始教梅读书写字，而在花园里有一棵青木瓜树，成串地挂在上面。切开的青木瓜，从第一次见到它时候的好奇，到用它来制作美味的佳肴，象征着梅从一个少女到女人的成长。两人突破了现实的隔阂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两人的阶级身份也随之消失，因为爱没有阶级之分。看完不禁感叹，越南风情，闷骚男女，红了梅花，绿了木瓜，可叹可笑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